咱们这个再录一段吧。我现在呢已经离开了西安门遗址公园啊，来到了现在的这个地方呢，叫做西华门遗址广场啊，已然成广场了啊。大家现在所看到的这个东西啊，这几个大石头台子，就是南京故宫的西华门啊。这周围都是什么呢？这周围都是小区，看到没有？小区啊，都是小区哈。那边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啊。就是保存着民国时代历史档案的那个档案馆啊。你看我这一说就说不明白啊，我好像真的通过这个录像啊，我真的是发现我自己有很多不足。之前感觉自己挺明白，其实一说不上来啊。所以以后我也吸取教训，对于自己不熟悉的东西就不要瞎解释了啊。但我就知道那边，你看我甚至名字我都叫不全，是叫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呢，是叫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呢，我都叫不出来啊。哎呀，所以说呀，以为自己了不起，结果一见真章，啥都不是啊。这个西华门呢，这个样式呢，跟北京故宫的西华门是一样的啊。也就是说，这个西华门在建好的时候呢，它的样式跟北京故宫的西华门是一模一样的啊。但是如大家现在所见呢，别说是上面的木构建筑了，连城台都没了啊，连城台都没了，拆的就剩下底下几个砖台子了啊。这个西华门呢，它应该是有3个门道的啊，但如大家现在所见呢，拆的只剩下2个门道了啊，连西边那个门道都没了啊。你看，你看这里是上面山啊，南边呢这都是条石啊，条石呢，然后这是须弥座啊，须弥座这边呢是第1个门道啊，然后呢中间是第2个门道，就是中间那个门道啊。这是中间那个门道啊，这是靠南那个门道啊，然后靠北那个门道已然给拆没了，啊！因为当时呢，洪秀全就是满清进南京的时候，实际上没有做特别大的拆除啊，基本上这个门呢、那个门呢、墙啥的还是保留下来的，因为满人他想把这个地方作为满城嘛，所以说这些门呢、这些墙啊，它还是保留下来了啊。那洪天王进南京的时候呢，洪天王进江宁的时候呢，他为了建天王府，他对故宫做了大量的拆除啊。所以说有些人可能会很纳闷，怎么说上面的木构建筑没了就没了，怎么底下这个砖台子怎么还能给拆没了？这应该是洪天王的手笔啊。他为了修建他的天王府，在故宫拆了大量的建筑构件啊。所以说已然把这边的门道都给拆没了，就这边整体的这个砖台啊，连底下那个地基都没有了啊，连底下那个地基都给拆没了啊，连底下的地基都给拆没了啊，所以南京这个城市啊，就是你旅游之后就能发现，这个城市啊，近代以来可以用多灾多难来形容啊，所以说这个城市是繁华与灾难并存的这么一个城市啊，繁华与灾难并存，而且是周期性的啊，非常可怕啊。你看这个地方呢，它为什么往里凹进一块呢？这个地方就是你安大门的地方啊，这个地方是安大门。你看这底下这个门轴都是在，你看它为啥底下有个石槽？这个门轴都是在的啊。这是门槛子，啊，然后底下这些就是大块的这种青石啊，或者说这个汉白玉的这种啊，都是过去的铺地砖啊，都是过去的御道啊。你看，它居然连车辙印都是在的，看见没有？它居然连车辙印都是有的。这个它底下这个石板道上，连车辙印都是有的，看，非常清晰的一道车辙印啊，这就是故宫的西华门啊，也就是说呢，刚才咱们从西安门那边进来，咱们就算进了皇城了啊。那现在我走了700-800米之后呢，走到这个地方之后呢，咱们从这个地方进来就进了故宫了，也就是说那边的那个居民楼啊，中山东路啊，524号那个楼哈，中山东路524号杠1那个楼哈，
它实际上就是建在明故宫里头的。大家看啊，中山东路524-1号啊，二幢就那个楼啊，二栋啊，那个楼它是建在故宫里头的，就是进了这个门之后，这是故宫的范围了啊。里头这些楼哈、它全都是他们居然建在故宫的遗址上，他们居然建在皇宫里，你就想想这个楼哈。他卖房的时候价格都就往上涨，为什么？你说我这建宫里头的是吧？哎，二栋，你说我字儿还不认识？哎呦我的妈呀！我现在感觉我呀，这个，之前自己在家自我封闭的时候，感觉自己可了不起了，结果拿起东西一录像，我的天儿，发现自己简直就是个棒槌。所以说我通过这个录像这个事儿啊，我现在心态特别平和。你啥也不是，你当然。啊，生活就这样。你看这个中山东路啊，524-1号啊，哎呀，你字儿还念错了啊！中山东路啊，524-1号，一栋啊，那边是二栋啊。这两个，就这两个楼哈、这两个居民楼，而且看着年代还不是特别新啊，比较老的那种居民楼了。它就是建在故宫的遗址上的，这里就是故宫了哈，啊。你看这边这个，就是这边上面那个砖台，上面那个木构建筑砖台什么都已经拆没了啊，但这边这个地基呢还有所保留啊。也就是说呢，它这个西华门啊北边的这个你看我这方位还说不清。西华门我看啊，这应该是南边啊，西华门南边这个地基啊，它这个条石的地基还是有所保留的啊，还是有所保留的。我刚来的时候，上面落的全都是喜鹊呀。斑鸠啊，还有当地的一些我叫不上名字的鸟。就这个地方，因为它没有什么人嘛，因为游客其实不来这个地方了。你看那总统府前头那乌压压的，挤满了人啊。什么总统府啊、阅江楼啊，就南京这几个比较有名的景点吧，是吧？他那前头都挤满了人的，包括中山陵那边都挤满了人的，这个地方没有人。为啥？你来完你看啥呀？来完你看啥呀？你就看这东西吗？你让游客就看这东西吗？啊，这游客你说你要是导游把游客领个小旗儿啊，打个小旗儿把游客引到这个地方，游客看啥呀？看啥呀？就看这个大的条石，都是大石头块子啊，那不荒草堆啊。当然这不是荒草堆，人都捡过了是吧？这环境还不错，适合打个太极拳，练个在早上喊个嗓子什么的。一下子这个地方你说。这也是我第一次来，南京我都不知道这地方，我第一次来南京我都不知道这个地方啊！我说这地方啊，你看这个，哎呀，这么大块的这种石板啊，这么大块的石板，而且非常平整铺的这个道啊，这都是当年通往宫里的道。你就想想当年，现在当然西安门的等级不是很高的，中间啊午门走的是皇上娘娘。东华门走的是太子，那西华门走的就是一般的官员了。那也是，你想能进宫的官员，那也得是，够品级的官员是吧？所以说大家想一想啊，这个地方啊，就是你看到这一切之后啊，你从文物、你从建筑上已然没有什么可看的了，就是几个台子了是吧？但是你就想什么？你说啊，南京这个地方啊，曾经的几朝古都，现在不过如此。不过如此，就说朱元璋能不能有朝一日他想到，就是说，多少年后、几百年后啊，他的宫殿里住满了那些老百姓，而且你从这个楼的等级看的话，它不是那种特别高级的小区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不是那种特别高级的小区，就是一般的居民楼。你看，一般的居民楼上，所以说南京为啥南京故宫现在它这个遗址发掘起来比较困难？因为啥？就是如果你想把南京故宫全面发掘出来，你把这楼都给拆了，把这楼都给拆了。你说你在南京这个地段你拆楼的话，你那补偿你给得起吗？然后这儿有特别大的那种住处特别大的那种住处石啊，你看这应该都是它，也未必是这个西华门上的，可能是其他，因为这已经是宫里了嘛，宫里其他建筑构件拆下来了
待会儿去那个明故宫遗址公园那里头，那里头还有那个奉天门跟奉天殿那个祝蜀石，它那个祝蜀石你看完之后你都得惊讶，古人怎么把那么大块石头运上来的啊？那的，它那个祝蜀石的直径能达到2米，啊，非常的惊人，非常的惊人啊！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凭吊感慨一下子啊，就是凭吊感慨一下子。哎呀，这儿还有个槽啊，那边也有槽。哎呀，那也就是说，过去的这个西华门它是有闸门的，有这种可能性。过去的西华门，你要从这儿有槽看的话，过去的西华门应该是有闸门的，也就是宫里头它半夜它落锁的时候，它应该是有闸门能放下来的。他可能怕里头这个娘娘跟外边大臣私通是什么的，哎，他都，哎呀，这老朱管家管挺严的。你看这边，他这个门道比较完整一点，你看，他这两边是有槽的，他应该是有闸门的啊。过去宫里还有闸门似的。你看那边也有槽，它都有槽。那也就是说，过去的这个西华门和东华门，应该它是有2道门的，一道是这个门，一道是这个门。你看这个门它是明显是有槽的，这是安那个门柱用的，这是安那个门柱和门轴用的啊，这是按照门轴用的。然后呢，中间是2道特别深的车辙，你看2道特别深，你看就明显凹下一块去。我走道明显感觉它中间凹下去一块去，这是车辙啊，这是车辙啊，特别明显。它是这么一个状态。听说他那边那个东华门保留的比较完整，上面那个台子还能看见点。这个西华门就彻底的是这玩意儿了。上面你说究竟是拱券的还是方形的这个门，咱们都看不出来了，因为上面都拆没了嘛。行了，我就录到这儿了啊！这就已经到了宫门口了，马上我就要进宫了。进宫那边是明故宫遗址，上明故宫遗址里头再拍点去啊。